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方方面面都在影响着我们生活的话题——购物欲。可能有人会说，购物嘛，不就是买自己喜欢的东西吗？真的是这样吗？在这个信息爆炸、跟风和同质化严重的时代里，购物早已不是单纯的个人选择，而是来自身边同辈的压力、社会对于审美的标准，你应该要长什么样子、穿什么样的衣服，以及线上线下无处不在的商业推广，正在推着我们走。我们究竟是在为自己买单，还是为了别人对你的期待，你要为了融入当下的审美标准而去购物呢？在当下这个时代，跟风已经不仅仅是为了合群或者追随潮流，在心理学上有一个术语叫 social proof 社会证明，意思是当我们不确定该怎么做的时候，往往会模仿他人的行为，以此来确保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在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里，这种现象已经被无限放大，每个人都在展示自己的消费选择，而这种展示又无形中施加了一种压力，让其他人不得不跟随。在消费行为当中，这样的心理学作用尤其明显。当我们看到周围的朋友和社会中大多数人都在购买某种产品或者跟随某种潮流的时候，会感到一种隐形的压力，促使我们会去做同样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的社交媒体和直播平台的鼓励推动下，这种消费心理被进一步放大。品牌和广告商会通过用户展示对于产品的反馈，去增强产品的可信度，从而吸引更多的消费者。这就是我们看到很多推广的种草视频和推广贴文。我们最常见的几个社交媒体就那么几个，我也就不单一拎出来说了。平台上呢都是发布各种种草内容，无论是美妆、服饰还是生活方式。特别是当你看到一些博主精致的过着生活，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拉窗帘、伸个懒腰、喝杯咖啡，再吃个bagel，就连这种过生活的内容都要被打造成完美自律的一天，仿佛只有按照这种模板生活才能算得上是精致。就连精致的生活也开始内卷了起来，一个比一个早起，仿佛是在比赛谁更加自律。那很多品牌商呢也认准这一点，他们通过和网红博主们合作，大量推送相关的内容，将跟风的现象商业化，就变成了一种系统化的营销手段，让你产生一种错觉，能拥有和博主同款的商品就能改变你的生活一样。这样同时也改变了我们的消费观念，还让跟风从个人行为变成了一种集体现象。直播购物呢是当下最热门的消费形式之一，起码现在是在亚洲国家很兴起。北美这边呢，其实也已经陆陆续续有品牌也有个人开始了直播带货。那让我们来看看这背后的心理学因素呢是不可忽视。首先，直播购物创造了一种即时性和紧迫感。如果有在直播间买过东西的朋友们，或者像我一样只是静静的观赏，就会了解到主播在屏幕前非常的热情，一边做手势一边激烈的展示产品，还会说只有今天直播间才有的优惠，其他地方买不到这个价格，现在下单送正品哦，过了这个时间就没有咯。还有类似于产品链接道具时快要结束这样的提醒，最后2秒钟抢完之后我们就结单了，然后链接主播我们就已经拍完了，25单来倒计时，5、4、3、2、1，拍价倒计时。你脑子里根本不会对这件物品有个思考的过程。有一种很常见的心理学叫做 FOMO， 全称是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人在面对错失恐惧的心理时，往往会做出冲动性的决定。这种冲动购物行为的背后呢，是你对错失机会的恐惧心理，而这种恐惧呢，会导致你在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做出消费决定，买回家后才发现其实并不需要这件物品。况且直播购物也利用了我们自身的社交本能，在直播间里呢，你不仅仅是一个旁观者，也是被鼓励积极参与的人。你可以提问互动，原本呢你是不打算买的，就是通过提问了几句，你又觉得哎呀这件东西你必须要买。直播间的环境呢，是让你觉得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在抢购，营造出一种你不买就会后悔的氛围，让你觉得不去抢这一捆大白菜就没有了。还有就是商家一直在不断鼓吹限时优惠和独家折扣，更是击中了你弱点。营销手法就是在利用产品的稀缺性和独特性，大大提升产品的吸引力，而直播购物完美的结合了这两点，通过营造一种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氛围，促使你赶紧下单，也就是输个密码扫个脸的功夫就能获得这件产品，也根本不给你有任何理性思考的时间，因为往往冲动消费就是那么几秒钟。我在这里不是完全抨击那些直播带货的主播们，相反我完全理解每份工作有他的辛苦，尤其面对镜头长时间
站着坐着要不断讲话去重复介绍和演示产品。我现在正在剪这一期的视频，然后呢我闲着没事干刷一会手机，对吧？然后我就看到了，现在呢是美国时间的4点多，就是明星国内时间凌晨10点多还没有睡觉，还在直播。但是不得不说，因为直播间的兴起，太多人想要直播想要带货，所以他们不得不争分夺秒的在努力。我只是在讲述因为直播行为而导致我们过度消费的这一个现象。而且随着时代的变化，传统的购物模式呢也发生了转变。直播购物的兴起不仅给品牌方带来了全新的营销机会，也为视频创作者提供了新的内容形式，甚至对消费者来说也提供了一种更便携更有互动性的购物体验。然而我更想强调的是，正因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信息爆炸的时代里，我们更需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自己的消费行为有个理性的思考。商家是非常清楚利用语术来引导来激发消费的购物欲。这一套我让你有4位数的体验，我们品牌店铺给大家打折，先点关注再领券，一套祛斑能减100多元，上衣到手179，裙子169。讲到这里呢，我的目的并不是让你完全放弃观看直播，而是希望你在面对这些活动诱惑时能够保持理性和冷静，做出正确的购物决策，而不是被冲动消费所控制住。另一个考虑的因素呢，就是周围的环境在我们消费行为中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当你长期融入一个圈子，长期居住一个地方时，你的行为和观念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他人的影响。这种现象在社会学中被称为同化。当你要去融入某个群体时，会逐渐开始调整自己去符合这个群体的标准。我是长期在国外生活，我一直无法感受到在如此快节奏的环境里，你的消费观念也是会随之变化。我平时呢想要穿什么买什么，从来都是随心所欲，想要穿件背心穿条瑜伽裤就能出门。我本身也是不喜欢化全妆出门的人，在我生活的环境里呢，更注重个性化和多样性。你今天的穿着不会担心被他人的异样眼光评判，反而会迎来称赞。就比如我在亚洲国家时，穿着会更加的保守，很少会露出我的纹身。就在我从亚洲国家回来之后，我走在大街上，我身上的纹身不止被一个人称赞，包括我自己之前也去了欧洲、南美这些国家旅游，街上10个里面有7个都有纹身，感觉在那样的环境里我更可以做自己。当我几个月前去了几个亚洲国家旅游，我每次走在街上就发现每个人都在追求一种标准化的美，无论是医美、健身还是日常的穿搭上，拥有差不多的发型、差不多的妆容，做着差不多的项目，大家仿佛都有一套不成文的规定，而这些规定呢，决定了你是否能融入这个主流社会。那在那样的环境下呢，我从不在乎到开始也变得外貌焦虑，不得不开始关注自己的穿着打扮，去购买更多的服饰单品，以便跟上每个人的节奏。可以说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改变了我的消费习惯，也让我陷入了不断消费的循环里。那我也算是体验过了国内快递的便捷性，它也是促使频繁消费的重要因素之一。有一说一啊，相比国外，国内的快递速度和服务质量确实令我惊叹，特别是当你急需一件物品，基本上当天就能寄到。这种便携性让购物变得非常简单轻松，你不需要考虑物流时间会不会准时到达，只有你想要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商品，几乎都能在网上一键购买。所有这些都为冲动消费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性。虽然在国外网购也很普遍了，但是物流速度和便捷程度远远不及国内。我自己平常里会更倾向于去实体店购买需要的物品，我可以当场试穿这件衣服适不适合我，和体验上身的感受。最主要也是因为快递太慢了，我心急等不了，因此购物过程也会变得谨慎。我也不喜欢退货这一系列的过程，我更喜欢的是只要买了这一件就是它了，我也不会想去换。在亚洲国家旅游那阵子呢，我发现几乎所有人都依赖于网购，而且网购的价格呢确实是比实体店还要优惠。这还不仅如此啊，直播间的兴起会让价格更便宜。那网购的试错率也特别高，比如你看到这件物品在打折有优惠，肯定是想也不想就下单了。网购的物品拿到手后却发现尺寸不适合你，款式不喜欢，要是遇到还不能退货的，那只能含泪留下这一件物品。但是如果不网购的话，你就没有办法领券用优惠的价格买到你想要的东西。我自己呢也有观看了一些直播间，但还好我能忍得住，主要是我没有耐心等待商品一件件的去
介绍。但是不得不说啊，主播的口才非常好，都是一直讲着重复的销售词语。当你听得多了之后，再有多不想买的也会忍不住要去下单。购物早已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符合某种标准。在这样的环境中呢，是否还能保持理性消费呢？或许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停下来思考，你网购回来的物品有多少是你真的用到，有多少是你觉得真的很值得的。好了，这个就是以上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关注和点赞。那我们下周视频再见，拜拜。